人生路上，多少聚散，记忆深处，手就能触摸到阳光。一些迷惘，一些不安，总会在下一个转弯，全部放下，唱一段拉萨萨呀，我感觉爱的力量，月光光的在脚下追着跑，勇敢的眼泪发烫，唱一段拉萨萨呀，眼泪慢慢的干了，顺着走就会找到了方向，那接近爱的地方，唱一段拉萨萨呀，我感觉爱的力量，月光光的在脚下追着跑，勇敢的眼泪发烫，唱一段拉萨萨呀。又可以看到婷婷跟小恩哦。是啊，姐夫，这次你可要好好享受一下，不要每次来都导游问问你就要走。是啊。哦，对了，还要计划全家旅游。对，这应该的，应该要。哎，不要只想玩呐，来这里3、4个月，还是要到附近的慈济域做一下志工。哎，是啊，做慈济啊。我跟你讲，这附近的慈济 office 啊，淑美她可熟得很。哎呦，你怎么那么快就说出来了？我本来要留着给二姐一个 surprise。哎，淑美，你开始做了。搞味。1年前我去 Cerritos 的慈济分会，去问他们有没有儿童班啊。因为我想说 Brian 要学中文啊，结果他们说有哎，所以我就慢慢的开始接触了。谢谢你 ，Brian。谢谢 Brian， 好乖呀。说什么啊？请喝果汁。好，谢谢。不过他们儿童班啊，真的是办得不错，课程也弄得很用心，所以我就想要投入啊。哎呦，可是我又很矛盾，因为你们也知道嘛，这我的个性呢是很个人主义，对于那种团体的我实在是没有兴趣。应该说是很跋扈，不能让人家管。哎，我跟你们说哦，以我跟他结婚了这么多年的经验，我可以跟你们分享一下，他是很有领导能力，但是不可能听人家发号施令。先生，到底是你讲还是我讲啊？没关系啊，谁讲都是一样的。西哥，你刚才说的我都懂，姐妹就是姐妹啊。好好的听淑美讲可以吗？看到没？后来呢，回到台北办妈的后事，来了很多慈济人，他们真的是很关心又很帮忙。我那时候在想，他们难道没有自己的个性吗？可是后来我又觉得，其实不是，是他们放下自己的身段去关心别人。那我后来想说，我是不是应该给自己一个机会，去调试一下，试试看嘛？对嘛，那个然后他们就找你去送书嘛，对不对？你可不可以让我自己讲啊？不过他们真的是办了一个证书计划，想说把一些书啊放到学校图书馆里面去。可是他们又不懂慈济，所以呢就需要别人帮他们沟通啊。因为有些师兄师姐他们语言上面有点困难，就刚好找我帮忙。这当然是一定要找他帮忙。你想想看哦，一个人可以在一个美国的企业里面当到副总裁，哎，那语文还是问题嘛，对不对？哎呦，你给讲哎，二姐他们知道啦。称赞。不过讲真的哦，他们现在已经越来越多人可以接受近似语教学嘞。哇，真不简单呢。
在美国能够推动近似语啊，是要有功力的。哎呦，没有啦，你们不是也在回教国家带动了很多人吗？我们回来了，我回来了，姐姐回来了。婷婷、小文，身体好点没？啊，对了，婷婷现在也是志工哦。真的、啊？我们感恩节的时候有包水饺给那些 homeless 人吃。还有啊，像我们去超级市场买东西，姐姐都叫我自己带袋子，不用购物袋哦。你们看，连他们两个都受你们影响，有环保概念呢。闻到香味了。哇，爸爸妈妈，这个是素的千层面哦。今天虽然不是感恩节，可是二姐还有二姐夫，你们一家人可以这样团聚，还有婷婷跟小文做这么一大桌菜，我觉得这个感觉呢，就是 Thanksgiving 啊。婷婷，要不要 say something？我感恩妈妈身体变好了，可以在这边跟我一起吃饭。我们，小文你说好了。好，我要说，爸爸，虽然你不管工厂了，可是我跟婷婷都决定要念商业，把你的钱变多。姐夫，你看，真恭喜你哎，这2个小的都要继承你的衣服。爸，你不要把你所有财产都捐出去哦，留一点给我们当本钱，我们要当企业家。你们2个哦，不用想那么多啦。学校的教育还有爸爸妈妈的身教啊，就是你们最大的本钱了，知道吗？好啦，我们吃了开动了，来，好，开始。Cheers！ 好，来了。来，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健康开心。好，开动了。我帮你啊。真好吃哎。月光光的在脚下追着跑，勇敢的眼泪发烫，尝一杯热色在摇，眼泪慢慢的干了，顺着走就会找到了方向，那接近爱的地方，那接近爱的地方，那接近爱的地方。当妈妈的感觉真好。真希望哦，他们全家人永远都可以像现在这样子。啊，永远像这样。那他们会晒得很黑耶。啊？哎呦，妈，我们感恩节要去哪里？留在加州还是去别的地方？
你们决定啊。我们决定，以前都是你帮我们决定哎。你们已经有投票权，可以选美国总统了，还要我决定啊？你要去哪里玩？哎，你们有没有交男朋友啊？你要去哪里玩？哎，我告诉你们哦，你们挑男朋友还是要妈妈决定哦。对了，你妈妈挑男人的眼光好，听你妈妈的准没有错。爸妈，我们先挑去哪里玩吧，不然等要吵起来了。也对，也对。哎，小文，我们来美国这么久，好像没有去过纽约。对，纽约可以看百老汇。我们还可以去时代广场。对。还有哪里呀？可以不要接吗？小文啊，让你爸爸接啦。你爸爸马来西亚的会务那么多。台湾打来的。喂，你好，哪位？花莲啊？啊，是。啊，是的，就想退休，所以把工厂租出去啦。什么？要派我去新加坡分会当执行长啊？这个好吃。这是什么啊？蔓越莓啊，哇，你准备的啊？当然是台湾 Made in Taiwan 的。台湾？对啊，哇，你托什么人带回来的？现在到处都买得到。不过我真喜欢台湾的水果。哎，各位，哎，来坐。这茶刚到的，谢谢。怎么样？全家人讨论的结果是？我是接到电话，当下就马上答应要去新加坡了。那二姐你呢？我还是继续担任吉隆坡分会的执行长，马六甲还是我们两个一起分担。啊？那这样子不等于你们全家人又要分开了？我们是慈济志工，乐于接受安排。可是跟你们之前的计划就不一样啦。你们退休不就是为了希望全家人可以在一起吗？其实我们真正退休的目的是做10分的置业。那他们两个怎么说啊？他们什么都没说哎。什么都没说。那就表示他们不赞成嘛。我太了解他们了，他们这样子啊，是在做无言的抗议。不怪他们了。是不能怪。你知道他们盼你们过来盼了多久啊？其实我们对这2个小孩子真的是蛮抱歉的，不过这也是我们这个家应该要面对的问题吧。哎，那你们的度假计划呢？去迪士尼乐园走走。啊？为什么每次都这样？我们在他们心里永远排最后，说好要跟我们做到圣诞节，结果嘞又变了，不公平，失望哎，对不对，婷婷？小文，其实爸爸妈妈在马来西亚真的做了很多善事，就像在沙巴最落后的地方，有很多女人在山里难产，没有一生治就死了。幸好慈济人在山脚下建造了生命关怀中心，让那些女人待产。现在已经有50多个妈妈住过那边了吧，都生了健康的 babies。
还有一些从山上下来读书的孩子们，回家路太远了，所以他们逼不得已，只好挤在学校附近的破房子里，每天吃饭只能配盐巴。慈济人帮他们送饭吃，而且帮他们把住的地方整理好，让他们可以安心读书。小文，我们都已经有自己的生活了，有人比我们更需要他们。但是，我爱他们。我爱他们呢，爱他们，就让他们去做更有意义的事，好不好？淑美啊，这么早？怎么是你们？你们在做早餐，还会打精力汤啊？妈妈，吃早餐喽。请坐。来坐啦。Good morning。爸爸，请坐。请用啊。真的受宠若惊哎。是啊，害我不知所措。听不懂哎，我也听不懂哎。两位请慢用，我跟小文有重要的事情要宣布。小文，请说吧。我要说的很快，免得我后悔。我们愿意接受你们一个去新加坡，一个回马六甲，只要你们快乐就好。我慢慢说好了。我们愿意接受你们一个去新加坡，一个回马六甲或吉隆坡或任何地方，只要你们快乐就好。你们两个怎么忽然间变得这么慈悲啊？啊！因为我们都知道，本来相处的时间就已经很少了，如果硬把你们留在身边的话，你们只等我们放假而已啊。没关系啊，我们就在外面晒晒太阳，制造维生素 D 啊。不好玩，那么不如过自己真的想过的生活啊。那感恩节度假呢？到时候我跟姐可以自己去纽约玩啊。不好意思啊，也谢谢你们这么贴心啊。度假钱要帮我付哦。差不多了。哎呀，等我一下，还有2个重要的东西一定要拿给你们。这个我可是去排队啊，特别买的哎。来，就是这2包包子，一定要带回去。记得上课前啊要吃早餐，知道吗？还有，现在时局不安，除了上课不要在外面逗留，能自己做饭就自己做饭，既省钱又卫生啊。小阿姨太多了啦，我们的冰箱都已经是满的嘞。听我的，全部带回去。你们俩自己住在外面，我也没办法照顾到你们。最起码这个带回去，你们就不会饿肚子啊。哎，去问妈妈有什么事情要交代。没有了，有你这个小阿姨在，我哪有不放心的？哎，去跟爸爸妈妈说说话，站在这里干嘛？妈，爸爸妈妈，你们要照顾自己哦。好了，
年暑假回来啊。去吉隆坡看妈，去新加坡看你。无常随时在，要把握当下。小心啊！还是要小心啊！不准交男朋友，听到没有？拜拜，再见。拜拜。好，进来了，进来了。妈，哎，怎么没上车啊？我课没有那么赶，我可以晚点再去啊。那你怎么去？ Hello, everyone. Hey, hello. Christine, are you ready to go? Yes， 妈，我爱你，你要保重哦。 Come on. 我爱你们，姐姐，我也爱你。我也爱你，拜拜，拜拜拜。See you. Take care. 哎，这个体明眼光还真不错哦。哎，他是谁呀？就这样把我女儿载走？他叫什么名字啊？哎呀，你赶飞机，走，赶快去整理行李。哎，走。哎，你咋干呢？我嘛不问，没付饭啊啦。走，赶飞机，赶飞机。一家老是分3地，新加坡、马来西亚、美国。难道这是我们的宿命吗？不是，这是我们的选择。会不会有一天我们醒来都不清楚自己到底在什么地方啊？我们是永远不变的慈济志工，哪里需要我们，我们就往哪里去。这是我们永远不变的坐标。 我去新加坡以后，这里就是你的家了。我不会寂寞。走。看什么？以前要进进士堂的时候，都被工厂很多事情给抓回去。现在不用担心了。等一下哦，还是去看看慧珍他们。 David， Peter， 你好，你好，怎么样？你的上桥？我的上桥，你的上桥，你才是主人，我是租的。没有，我已经不管了，上桥是你的。我今天就是有事情找你谈。怎么了？我要把工厂还回给你们啊！还给我们？你当初租的时候不是说捡到便宜吗？那是那个时候，现在9·11发生了，情况就不一样了。 怎么说？我的订单都是美国了，现在通通没了，你们的工厂我真的做不下去了。可是租约还有3年呢。你们就体谅我吧。可是我们已经规划好未来的生活了，你现在突然要还给我们，那你们就行行好，帮帮我的忙吧。你们那些老员工跟你们这么久了，比较有感情啊。 老板，美国那边一直打电话找你。对不起，我接个电话。叶先生、许小姐，看到你们真的很开心哎！你们怎么没过来看我们？你们忘记我们了吗？怎么这么说？正想说晚一点再过去看你们。你们知道吗？当你们走了以后啊，办公室的气氛真的很不一样。以前呢是一家人，现在就是所谓的办公室。唉，
我们啊是多么想念简小姐你轻轻交代事情那个声音哎。慧珍，你现在在上班，你先回办公室去。晚一点呢，我跟刘先生请几个老员工吃饭，你去跟大家说。好好，那晚一点见喽。怎么办啊？又多了一件事情。我看到我今天上桥跟吉隆坡分会，你就带新加坡跟马六甲喽。我们都是肯做事的人，没有三头六臂，一定要有所取舍。舍，我们已经舍家庭了，还要舍什么？坐坐坐。还可以，玉昭，书念得如何啊？很好啊，自己喜欢的东西都不觉得辛苦。大雄，新的工作做得怎么样？哦，我看唐泉的一家公司，他把全部员工的保险都欠给我。哇，真的，很好啊，加油啊！哎，我们今天都聚在一起，好像是团圆饭的感觉哦。是啊是啊，我们好久都没有像今天这样了。以后要像这个样子啊，恐怕会更困难了。我有一件事情要跟大家说，你们的老板 Victor 决定把上桥还给我们了。好好，听我讲完啊。上桥对我跟简小姐来讲意义深重，她让我们在马来西亚生根，当然中间发生了很多事情，就不用再多说了啦。接下来我跟简小姐对未来有新的计划，所以呢，我决定结束上桥。各位不用担心。我会让各位有充裕时间去找新的工作，当然，遣散费会按照规定分发给每一位工作人员，请大家体谅。刘先生，你不再考虑一下吗？你带我再冲一次吧。上桥已经带领我们到达了对岸，我们两个现在是快乐的志工，不再需要上桥了。我要谢谢各位。在这么长的时间陪伴我们，付出这么多的心血，谢谢，谢谢。没想到大家在一起这么多年了，就要这样子离开。我啊是没有想到在上桥待到退休啦，可是没有想到是现在喽。怎么会结束的那么突然呢？其实，大家仔细想想，刘先生的决定一点都不突然。大家都是第一批员工，看到上桥管理有困难，简小姐为了要让大家同心，就成立了善之家，帮有困难的员工。后来简小姐回台湾认识了慈济，回来就跟大家说，我们不只可以帮自己人，还可以帮马六甲的乡亲。我还记得啊，我们第一次去老人院的时候啊，要去清理的时候，天哪，我真的很想跑掉哦。可是我看到你们这样，还是留下来好了。啊，对，原来那时候你是不敢讲，我还以为啊你做得很开心这样。后来是很开心哦，每次跟那些老人家，他就握住我的手，很有满足感。还有郑金龙老先生，虽然眼睛看不见，但是他都知道现在是几点啊。是哦，他最喜欢吃3Gs的，他每次一讲到3Gs，他就喜欢讲什么啊？哇，上街也做别。我最记得是张妈妈离开今生的那一天啊，我整晚都在哭做慈善呢，只求尽心尽力，不一定要求有结果。刘先生应该也是在这个时候投入吧？然后刘先生跟简小姐呢，就带着吉隆坡、古晋、雅比的志工到处去做慈善。所以我说，刘先生的决定一点都不突然。
好了，大家都饿了，我们吃饭好不好？你要吃什么啊？尽量点啊。娘惹菜，娘惹菜。上班了。上班了。就跟平常一样，到了最后一天，还是得把工作做完啊。嗯。啊，对，最后一天都不要庆祝咩？姻缘聚散，很平常的事情，天天都在发生的啊。谁知道你又想找机会吃东西啊？啊，对，人不就是这样子的吗？端午节就吃粽子，新年就吃团圆饭，中秋节就吃月饼。哎，人就是一直找机会在吃东西呀。哎，而且啊，我找了刘先生最爱吃的东西哦。嘿，哇，这个我吃，这个我吃。不是说姻缘聚散很平常吗？对，姻缘聚散是很平常，但是在这个季节还买得到榴莲，就不平常哦。你真是做一天和尚敲一天钟。当然啦。所有的遣散费都已经发了，没有人有意见。丽云跟宝龙他们找到新工作，慧珍要结婚了。我记得哪一部电影曾经说过一句话：生命总能够找到自己的出口。设计的怎么样？工厂不用之后呢，可以划分成义诊中心、书轩，还有几间教室。等玉超念书回来啊，这几间教室啊，可以给他教书。总算是十分置业啦。快下班了，我们去工厂吧。好。
宝龙、红霞、大雄，宝龙，大兄，你怎么会来？你纪念一下我。你也听到消息了？会来看看大家。现在就是等钟声了。这工厂的气味，我永远都不会忘记。你是第一位员工，当然感触就比较深喽。还记得刘先生刚来马六甲的时候，我去饭店接他，然后带他去看缝纫车、找工厂，看他接不到单子、伤脑筋的样子，再看他好不容易把上桥经营起来，然后放手，就这样从无到有，又从有到无。这就是缘起缘灭。你们两个怎么说话越来越有禅味了啊？当然了，跟刘先生和简小姐这么多年，多多少少我们都学到一些。啊，对了，以后我们还要一起做志工哈。哎，刘先生真的和郑和一样。那什么意思？哎，真的是明朝的太监呢。哎呦，不是这个意思。总之，只有我和刘先生才知道。大雄，刘先生，刘先生，简小姐，刘先生，简小姐，大雄很好，有始有终哦，这是一定要的。有很多人问我，为什么会选择在50岁这一年来退休？对很多人来讲，或许太早。这个经验很宝贵，让我尝尽苦头，也让我尝到成功的滋味，让我全家温饱，也让我享受人生。我承认，我曾经在上班的时候，偷偷跑去打球，去吃海鲜，好几次嘞。后来我身边这位简小姐呢，怕我太得意了，怕我换桃花。好了，桃花这件事情就不用讲了，我也不需要。她希望呢，我加入慈济，我也勉勉强强的加入了。后来假戏真做喽。但是我发现啊，快乐多于享乐。在我加入之前，旁边这位简小姐念我比较多，但是自从我加入之后啊，反而是鼓励比较多。这个啊，会让人上瘾哦。好，关于我为什么要放下上桥，传言很多，但是我现在所说的才是真正的、唯一的理由。我没有欠债，我没有欠货，我交代的清清楚楚，放手放得干干净净。我要谢谢各位，这么多年来对我刘明达这么的支持。接下来钟声一响，我不再是各位的老板，我将是马来西亚永远的慈济志工。我叫季宇。好，各位想不想听我们真正的指挥官说什么呢？每一座城市如此平凡，每个人都有故事说不完。大家下班喽。不管面对的挑战有多难，只要相信自己就上桥圆满结束。卷起衣袖，扬起风帆，坚持梦想，不留遗憾，撒下希望，让爱萌芽，一路落下，遍地开花。
气球，扬起风帆，坚持梦想，不留遗憾。谢谢各位，再见。你们知道到哪里可以找得到我？雨露落下，遍地开怎么了？你愿不愿意陪我走下一个50年？你不要那么恶心啊！那么多人在看呢。这样才有见证人啊！你很三八，答不答应嘛？随便啦 ，OK。说 I do。 I do。好了啦，够了吧？进去了。欢迎刘师兄，欢迎简师姐。上桥，终于圆满结束了。回家了，终于回家了。到了新加坡，要记得收收脾气。你不再是上桥的老板，不可以用老板的发号施令，要和气。得理要饶人。哎，你到底会还是不会啊？歪歪的这样才对嘛，啊？做做样子表示关心嘛。哎，境界太低哦，我们之间还需要来这一套吗？要不然请问要哪一套啊？你在吉隆坡，我在新加坡，一人在一坡，不会有风波。你意思是讲，卖那两条条才会相安无事哦？是来接你，还是来接我的？师兄师姐，不好意思让你们久等，谢谢谢谢谢谢。谢谢你。
每个人都有故事说不完。不管面对的挑战有多难，只要相信自己就有力量。卷起袖，扬起风帆，坚持梦。